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ET Love 女侠小爱的频道。在这里，我会把过去几年环游世界的神秘旅程分享给大家。世界很大，你值得去看看。之前有新闻说，有一位先生在进入金字塔后凭空消失了。等他回来以后，已经是几个小时以后，但他的手表指针却静止在消失的时刻。也有人说，进入金字塔会遭受法老的诅咒而离奇的死亡。当然，也有积极正向的说法，比如埃及人崇尚金字塔，认为它有着神奇的力量，可以返老还童，可以美艳永驻，连放进去的水都会被加持奢靡的力量。你将一把生锈的菜刀放进去，不久之后就会发现它变得锋利无比，连铁锈都消失了。人们还发现金字塔内部似乎有很好的医疗作用，它可以缓解各种的疼痛，比如说牙痛、头痛，有利于放松精神，促进人体力的恢复。法国的科学家鲍维斯，他是最早发现金字塔能的科学工作者。他在参观胡夫金字塔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令他无比惊讶的事情，那就是墓室内木桶里的木乃伊化的猫狗尸体，在经历了1000年之后，竟然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这太不可思议了。总之，这所有的发现似乎都表明金字塔的内部是特殊的，它里边有一种十分神奇的未知的宇宙能量，这种能量似乎充满了生机。而美国物理学家格帕特里克·费拉纳根的解释，他认为金字塔能是一种微波现象，微波是电磁中的一种超短波，它能够穿透电离层，不被反射与光的特性相似。而金字塔的形状正好起到了微波信号的谐振器作用，因为这种形状能够有效地汇集来自太空各方面的微波，并使其谐振倍增。而且人们还发现，要想使这种金字塔形成预期的效果，就必须注意其方向，即胡夫金字塔的原有朝向正南、北、正东、西进行安置。那小爱进去金字塔会发生什么呢？会时空旅游到其他的维度吗？会返老还童吗？我去年末进入金字塔内部的时候还不知道有法老诅咒这回事，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珍惜我冒着法老的诅咒、远古的细菌和辐射带回来的真实影音。埃及最著名的3座金字塔分别是胡夫金字塔，也就是吉萨大金字塔、卡夫拉金字塔和门卡瑞金字塔。它们位于埃及首都开罗以西约150里的吉萨高原上。当我们驱车来到著名的金字塔时，这里已经人声鼎沸，所有的人都需要购票进入景区，票价是240埃镑，大概是10美元的样子。然后再通过安检，就可以看到心中心心念念的吉萨大金字塔了。它是埃及至今发现110座金字塔中体积最大、占地最广、高度最高的金字塔，也是吉萨金字塔群中最著名的一座。它的高度是147米，底边长度230.4米，面积达到53000平方米，侧面的倾斜角度约为51.52度，是世界上最高的石质建筑物之一。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比较图，大金字塔确实比比萨斜塔、胜利女神都要高，其顶部是一个约为2.8平方米的截面。至于为什么顶部有一个平面，后面我们会告诉大家。先挖一个注意，埃及旅游部是不允许任何游人未经许可攀爬金字塔，最高要面临3年的监牢和罚款50万元。上图这位俄罗斯小哥哥，据说被拘留了5天呢。
在我们开往金字塔的路上，发现车上坐着一个庄严的 security guard， 他身上还配着真枪实弹。一开始觉得好夸张哦，后来才知道在金字塔这里曾经发生过多起的恐怖袭击，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为妙，提高警惕。进入景区，我们需要再购买一张进入吉萨大金字塔的票，票价是440埃镑，相当于15到20美元。接过票，我们就冲向金字塔排队的位置。胡夫金字塔共有230万块石块砌成，最重的石块足足有15吨重。远处望去，可以看到金字塔的腰深处有一个规则的小门，凹陷成一个空洞。同行的当地人说，19世纪的探险家曾以为这个小门是金字塔的入口，便用炸药将它炸开，结果发现它根本通不到金字塔的内部。胡夫金字塔真正的入口就在小门下边的一个小洞，距地面13米的高处，是由哈里发阿布、阿拔斯、阿卜杜拉、马蒙、本、哈伦约于公元820年召集的工人们挖出的盗墓甬道。乍看起来毫不起眼，就是有几个当地人守着洞口检票的地方。所以古埃及人好一个调虎离山，声东击西，偷梁换柱，真的是佩服佩服。经过石门，我们进入一个大约2.5米直径的石洞，走到它的尽头，紧接着我们要钻进一个更小的石洞，大概有1.2米的直径。石洞的通道是向上的26度，但是是双向的，所以要趴着进去。对，这位大哥示范的非常好，就是这样。然后越往里边走，感觉越热，但是很兴奋，因为不知道前面等待着我们的又是什么惊喜。因为我之前一直在进行 HIIT exercise， 所以我可以轻松的手脚并用，但是建议其他的小伙伴们还是提前锻炼一下身体，不然你的 bottom 真的会很酸哦。冲出石洞，我们来到一个狭长的厅，叫做 Grand Gallery。 没想到金字塔内部也有这么大的长廊，同样保持一个26度角向上爬升。前面一个2米多高的俄罗斯小哥哥回过头来问我要不要帮忙拍照，我欣喜地说那太好了，结果就拍成了这样，这样还有这样。 OK， 你的心意我领了。随着我们不断攀爬，到了长廊的顶端，又是一个小石洞，入口只有1米多高，我顺势钻了进去，竟然是国王密室。原来我们攀爬的结构是这样的。墓室它长10.4米，宽5.2米，高5.8米，与地面的垂直距离约为42.28米。室内仅有一个红色的花岗岩石棺，石棺是由一整块棕褐色的花岗岩制成，做工明显很粗糙，并且一角还有残缺。石棺刚好比国王密室入口宽大一点点，所以根本无法通过，从而认定在金字塔构建内部的国王密室时，石棺就已经放在里边了。国王密室南北墙离地面高1米处各有一个约21厘米乘以21厘米的井洞，称为通风孔道。虽然有通风孔道，但是还是很闷热。密室中只有一个破损的石棺和一个埃及的哥哥而已。当我进行拍摄的时候，小哥哥突然说不可以录像，但是我也已经拍完了。为了表示友好，我请求他帮我拍个照。没想到他马上从一个严厉的看守者变成了一个专业摄影师，还挥手示意让其他游客闪开。结果照得太惊艳了，请大家忽视一下我圆圆的小肚腩，重点在于构图啊。现在大家看到了神秘的石棺，但是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这是一个历史大谜团。主流的观点认为它的作用是作为法老的石棺，但是大家应该从小爱160公分的身高成功的推理出石棺的长度应该在2米左右。对的，具体尺寸就是2.28米，宽是0.98米，
高为 1.05 米，四边的厚度为 0.15 米，底板厚为 0.18 米。这就太奇怪了吧？如果按照木乃伊套娃的方式，适合小爱体型的套娃石棺，最外层的石棺也应该有3米。再这样推下去，法老只有1米多高，所以这是我在埃及见到最小的石棺，顿时觉得很搞笑哎。还有就是法老不会把陵墓建在地面上，这不就是表明说来呀，上呀，来偷我呀？对不起，这种观点小爱不相信，也不能接受。2，还有一种说法是，金字塔作为古代埃及法老的陵墓，被视为法老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金字塔的巨大能量和壮观的建筑形式，反映了法老的社会地位和统治权威。此外，金字塔还被视为与埃及宗教有关的建筑物，被认为是通往天堂和来世的象征性通道，有助于增强法老的政治合法性和国家的统一。这个嘛，就很好理解了。第3，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数据，约柜的尺寸是长 2.24 米，宽 1.1 米，高 1.05 米，刚好可以放下。因为约柜本来就是放置在石棺以内的嘛，如果说约柜是一个核发电装置，那么约柜刚好被放在了金字塔能量最强的位置，也就是国王密室。那么金字塔是一个能发电的机器，所以来填一个坑。金字塔顶端的原本的是放置着一个叫做奔奔的石头，通过奔奔石就可以发出无与伦比的力量，所以金字塔其实是一个能量发电机。YouTube 有很多人说奔奔石不见了，但是小爱却找到了。我们下一集会详细的讲解奔奔石的魅力。当然，这个也是小爱觉得最合理的解释，这仅是一种可能。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解释，请一定要留言给我，我们一起来长知识。金字塔内部现在已知有3个墓室，最下边的一个是直接在金字塔的基座中开辟出来的，但是它并未完成。王后墓室和国王墓室则位于它上方的金字塔内部。吉萨大金字塔是目前在埃及唯一一座已知有上升和下降通道的金字塔，所以还有其他的很多密室没有开放。不过如果考虑到远古的细菌、辐射什么的，不进去也是 OK 的。接着我们就离开国王密室，原路返回。出来金字塔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但我还想绕着金字塔跑2圈来祈福。这个是学西藏人在冈仁波齐的祈福。当我跑到金字塔的1个角时，这里有很多本地大叔非常热情的要帮我用围巾包头，还有很多小朋友，这些当地的小朋友都拉着我拍照。我想也没想就一起拍了，他们手机的 filter 开的真的很大哦，瞬间我们都变成了美人儿。后来才知道，这些大叔和小孩子和我拍照是为了接下来向我要钱。不过我跑得太快了，他们都没来得及开口。拍完我就继续跑，才发现金字塔背面已经被拦截住了，进行修缮，不能实现1圈祈福的希望了。唉。在埃及，你躲得过交税，也躲得过法老的诅咒，但是你很难躲过骑骆驼，因为即使你不上，你的朋友也会说陪我嘛，然后你就半推半就，欲拒还迎的上去了。当我们来到骑骆驼的地点，也是非常好的拍照地点，可以从远景看到全部的3座金字塔，所有的骆驼就蹲在地上等着接活。我发现只有1只骆驼看着我，就觉得很有 chemistry， 就你了。
其实骆驼我真的骑了很多，在约旦骑过，在以色列骑过，在迪拜也骑过，但是我还是很怕骆驼起身的那一刻，因为你要用手支撑住，不然你绝对会摔下来。还有就是在骑骆驼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向后仰，跟着骆驼的节奏前后摇摆，做到人驼合一的境界就对了。下骆驼也是一样，千万不要掉下来哦。不过真的很有趣，小爱建议你一定要尝试，如果价格在2到10美元就可以接受，小心不要受骗啊。有些人在你上骆驼的时候说好2美元，可能最后当你下骆驼的时候向你要20美元。我觉得埃及人真的很有想象力的，所以时时刻刻会让你 eye opening。 小爱还发现在埃及的骆驼是一个驼峰的，比较小，感觉印象中中东的骆驼会更大一些呢。所以亲爱的你们，是不是对埃及更有兴趣了？下一集我们会解密奔奔石，一个 YouTube 的传说。如果大家想要第一时间收看我最新的影片，可以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次见喽！